第一次来到摩洛哥，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世界，带着我还不太理解的运行方式，正在我面前缓缓展开。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感觉衣服还是太多了。进入马拉喀什老城，夜间公共照明设施并不充足，让老城的街道显得昏暗。当地人在街上低头行走，穿着连身的摩洛哥罩袍。眼前的场景像一部画面不断后退的默片。我在车里听不见外面的声音，黑暗与陌生让我不由得有些紧张。我订了一间摩洛哥传统建筑改建的酒店，四面有房屋和高墙围出中间封闭的天井，把街市隔在外面。这里少雨干旱，天井上面搭一个半透明的遮棚，院子里种上几棵果树，中间布置一处小水池，不用出门就能享受一个室内花园。酒店在设计和公用上都做了现代化改造。老板是一位比利时人，某天厌倦了在欧洲的生活，便搬到了这里。走出酒店，转过一个街角，就是热闹的街市。咖啡店的老板本想招揽生意，却没想到我这个东方面孔开口说出的居然是法语。我顺势向他问清了前往杰马埃夫纳广场的方向。手工铜器和灯让人想起1001夜的故事。路过一家摩洛哥传统乐器店，老板敲起鼓吸引我的注意。Ça fait combien ça coûte 220. 220. 他给我介绍手绘的摩洛哥鼓，三角形或者方形，薄薄的形状，大小便于携带，鼓面好看。鼓的敲击声清脆，游客买回家可以用作装饰。而放在地上和挂在墙上的那些，才是真正用来演奏的乐器。这是他关店前最后一次销售的尝试，不成功也不着急，跟我开着玩笑。这是一家明显以游客为主要客人的餐馆，墙上贴着一张招贴，写着本店对了 Guide du Houdah 推荐，甚至标出了书中的页码，但我猜这家店多半只是在书中被提到过。在通往广场的这条街上，游客很容易就能订到第二天的游玩项目。或者再顺手买一些摩洛哥的骆驼皮制品。蒂娜马喀什麦地那中心的广场，太热闹了。终于来到了杰马埃夫纳广场，整个非洲最繁忙的广场之一。在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之前，我对摩洛哥的印象是老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瑞克咖啡，是撒哈拉沙漠，是沙漠里面面目不清的波波尔人。卖螺肉的摊贩们穿上白大褂，争相向顾客们展示自己的清洁和卫生。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是我在摩洛哥第一次听到格尼亚瓦音乐。有人说它像是北非人的布鲁斯。
离开广场，我去了一家老城的爵士吧。我原以为马拉喀什只有夜晚才热闹，就像一些以夜生活闻名的城市，没想到一大早，马嘎什音乐博物馆的天台，这个博物馆还挺难找的，在一个小巷的尽头，绕啊，你往里走的时候还不确定就在这里头。很安静的一个小博物馆。赛马林市场，走进去很长一段，才意识到这个露天市场的规模。整条街的两边都是店铺，顶上搭了木头天棚。整个是一个大市场，也是一条街，把一片区域做成一个大市场，太可怕了，完全迷失在其中。走进 souk， 不像是在逛市场，更像是在认识一座城市运转的内在逻辑。走出市场，找了一家餐厅吃饭。整间餐厅是屋顶的一个小小露台。这家餐厅叫汉娜咖啡，除了食物，还向食客提供汉娜手绘的服务。库图比亚清真寺，马拉喀什的地标和象征，摩洛哥建筑的代表作，77米高的宣礼塔在此矗立了800多年。而墙外是世俗的世界。I give you 5 minutes. 回到杰马埃夫纳广场，时间接近傍晚，小贩们已经辛苦叫卖了一天。他们即将迎来更为热闹的夜晚，并继续忙碌到深夜。这几天我几乎都待在老城里，明天我将从这里进入沙漠。在通往撒哈拉的路上，每一台车都是一个为期2-3天的小世界。在我们这个小世界里，有2个美国人，一个西班牙人和我。而我们的向导和司机有一个听起来特别阿拉伯的名字，哈桑。阿特拉斯山脉的一处高峰，这里的海拔2000米。这是一条从马拉喀什出发通往撒哈拉沙漠的成熟旅行线路。这里是行程的第一个景点。你们看，山顶的观景平台上同时停了好多旅行车。我没有看到其他交通工具，所以不知道小贩们是怎么来到这个制高点的。阿伊特本哈杜，马拉喀什和撒哈拉之间古老商队线路上一座历史悠久的卡斯巴。我们站在现代村庄这一边，眺望老村子，中间隔着阿西夫乌尼拉河，河水几乎断流，露出干枯的河床，形成一片开阔地，让远处的卡斯巴更像一座严阵以待的城堡。所以当哈桑介绍完接下去的参观步骤，同行的西班牙姑娘忽然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So we do this on our own and we meet you? No, I will go with you. Perfect. I will be with you in this castle. And we catch the sunset in the hotel if we arrive. 对于我来说，眼前的卡斯巴实在是太像一个刻意搭建的片场，尽管哈桑一直保证这是真的历史遗迹。
Yeah, this is beautiful, but it look like unreal. Yes, this look like something. Yeah, I know it's real, but it look like something made for movie sign. 哈桑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他决定带我们继续向前，去见识一下真正的文化遗迹。Yeah. Sometimes a lot of water here. That's why they build the bridge over there. Ah. There is another way by the bridge, but it's not nice to be like. 这片区域确实拍摄过很多电影和剧集，最知名的当然是《权力的游戏》。喀斯巴里的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搬去了河对岸的新村，老房子里还有一些住户，他们有的服务游客，有的只是舍不得住惯了的房子，还有家里的羊和家禽。哈桑怕我们不熟悉摩洛哥的钱币，帮我们数着钱买门票。How much he give him? Huh? He give you how much? I gave him 50. Yes. How much he give you? He gave me. No. Huh? Wait. How much you give him? Just only 20 dirham for one ticket. Yeah. I gave him 50. Yeah. He gave me back. How much? He gave me back 220s. And so I gave him an extra 10. Where is it? Where is it? Oh, it's right here. Are you sure? It's fine here. Merci. Thank you. No idea. No. Sorry. Oh, it's a hammer. No, it's Camera. This is a key and this is a lock. That's key. Okay. Oh, wow. Now it's closed. Uh-huh. Yes. Amazing. Huh? Now this is the key. In the Oh my past, God. it's they don't take 这把木质钥匙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铜锁， only the family. 但是用纯木头打造锁芯，我实在无法想象工匠的创造力和工艺。我们进入了一栋房子的内部， So this kasbah was built in 11th century. This one, and was only one family live here in this kasbah. Okay. Yeah, one husband with 4 wives, 3 wives. Okay. Now one wife now is more than enough. I think so. Some Why? Why is not enough? I don't think one is not enough. Why? you got money? Like, More why than it's one is expensive? more than enough. Okay. 想象一下制作这些墙壁、楼梯、天花板的材料，只是简单的泥土，居然如此坚固。楼梯狭窄陡峭，我下楼下的跌跌撞撞。门上有博博尔人的文字，上面写着“阿日了”，也就是你好，标志着这里是博博尔人的地盘。 I think so. Yeah. For me. 哈桑也会带我们去一些旅游购物点，但是哈桑从来不催我们买东西。 Take video. Wow. Yeah. 我们继续往喀斯巴的最高点进发。每经过一个拐角，都能见到不同的小贩和商品。
以及绕过我们这些气喘吁吁的游客，步履轻快、面带微笑的当地人。阿伊特本哈杜是这条线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所以操着各种语言的游客导游们在这里上上下下。就在我们去参观的8个月后，摩洛哥遭遇地震的袭击，阿伊特本哈杜受到地震影响。离开阿伊特本哈杜，我们继续向东，经过托德拉峡谷，见识到了摩洛哥多变的地貌。峡谷里风很大，看着陡峭的山壁，我在峡谷里看到了房车和从欧洲一路骑行过来的摩托车队。我们似乎和另2条不同内容的旅行线路在这里产生了交集。终于进入了博波尔人为主体居民的城市黑萨尼。这是进入撒哈拉沙漠营地之前经过的最后一个大城镇。他带我们前往一家餐厅吃当地特色。啦啦 ，It's good. The best restaurant in the 一种用骆驼肉制作的披萨。The food after Friday. Yeah. Friday food. Couscous day. 这里也是哈桑的家乡。吃完饭，哈桑带着我们在城镇里参观，给我们介绍他熟悉的每一个角落。Because people before independence was stuck here for 1 year. Okay. That's why they take this name. Yeah. 哈桑在这里出生长大，读完中学就离开家乡打拼。他在工作中自学了英语，过上了不错的生活。这天不是赶集的日子，所以梅拉嘎杜的黑萨尼空空荡荡的。阳光透过篱笆顶棚的间隙洒下来，耳边仿佛响起这个集市喧闹的时候的声音。进入撒哈拉，我们到了沙漠营地的接待处，一个简单的小院子。接下来我们要换乘骆驼前往营地。在正式前往营地之前，这里的博波尔人教我们用围巾制作博波尔缠头巾。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缠头巾有多重要。第一次骑骆驼，刚开始的时候有些紧张。Oh my god！ 尤其是骆驼站起来那一刹那，感觉快要失去平衡。Oh, there's yours, Cam. I heard it. 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发现只要跟着骆驼走路的节奏摇晃身体，就能骑得很舒服。Okay. Hello. 营地的每个房间都有舒适的床，带有独立卫浴，还铺着地毯。但所谓的房间其实只是篷布搭起来的帐篷，并不保暖。1月的撒哈拉温差巨大，到了夜晚，就算是室内也要接近0度，寒冷会让你失去睡意，越来越清醒。
我无法想象那些沙漠居民们要如何在更冷的室外，在沙地里度过夜晚。而此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沙漠里的博博尔人几乎人人头上都有穿透镜。他白天能防晒，夜晚就能保持头部的热量。营地里的博博尔人在给我们提供了可口的晚餐后，又升起火堆，操起鼓和响板，演奏起格尼瓦音乐，就像在沙漠里度过的无数个夜晚一样。撒哈拉这一夜过得短暂，却印象深刻。哈桑没有跟我们在沙漠里过夜，他留在黑萨尼，他的车出了些问题，需要去车行修理。于是我们换了向导，换了车。第二天，在去往费茨的路上，哈桑打电话给我们的新向导，关心我们接下来的路程是否顺利。我一直记得哈桑，也记得哈桑对我们说的话。我是博博尔人，博博尔人不是阿拉伯人。走出沙漠，向北，那里有2座相隔4小时车程的城市。和马拉喀什的喧嚣、撒哈拉的辽阔不同，舍夫沙万宁静。连老城路边连绵的商铺都不着急向游客推销商品。这里的老城仍然如迷宫一般，我不得不拿着手机随时看导航。从舍夫沙万城堡转到乌塔哈曼广场，礼拜的时间到了。宣礼塔开始响起诵经的声音。舍夫沙万也有很多店铺沿街铺开。和马拉喀什有什么不同呢？同样是店铺，我在这里看到更多的商贩在售卖艺术品，关于蓝色之城的画。它们被摆在彩色的石头墙和高高低低的蓝色台阶边，不像是商品，倒像是山城最自然的装饰。一个欧洲人骑着自行车来到山城，在和小贩闲聊，这大概是他摩洛哥骑行的开端，因为这里离西班牙其实并不远。到处可见商贩们在售卖摩洛哥罩袍，式样和花纹比马拉喀什好看许多。路边的小贩和我打趣说，袍子很便宜，只要200迪纳尔，不是2000哦。cheaper. 200. 2000。这里的商人甚至会自嘲了，摩洛哥这飘忽不定的价格哟。眼前这座山可以一直爬到山顶。沿着山路往上走，这座蓝色的城市就整个出现在眼前。看吧，蓝色之城在这里尽收眼底。这应该是看日落的好地方。第二天，我离开舍夫沙万。4个小时后，蓝色的山峰和宁静感都消失了。老城里有放学的孩子和赶时间的本地人，当地的生活和旅游景点被揉到了一起，连吵架都没有人在意，街上还有那么多游客。费兹是拥挤的，
夹杂着比其他老城更重的生活气息。老城里商铺的数量一点都不输马拉喀什，但热闹里又自带一种气定神闲。一个摩洛哥小哥正在制作土耳其咖啡，我闻到了咖啡粉里混合的肉桂、丁香和胡椒的味道。这是一种横跨了中东和北非的味道。菲茨的另一大景点是皮革染坊，是这里的传统工艺，因此卖骆驼皮制品的商店也很多。越往前走，地面越来越潮湿，空气里染皮子的臭味也就越来越重。我知道我离皮革染坊不远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面目可疑的人，他一直纠缠着我，跟我说他在这里工作，跟我说再往下走就必须支付参观的费用。这个刺鼻的气味本来就已经熏得我头疼，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和他说再见。拜拜，拜拜。往回走，才发现沿街的屋顶咖啡一直在拉客，还有人说要给我先看过照片，再让我决定要不要上去。Show you the picture first. Look. Do you like the zealous or do you don't like no? No. 但我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点参观的欲望了。波伊纳尼亚学院是费兹的一处古迹。华美的伊斯兰学校，看这些木雕上的镂空花纹，以及马赛克艺术。墙上是典型的阿拉伯书法装饰。我在这里遇到了一群礼貌热情的摩洛哥学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乐于和我这样的外来人打招呼。但我又一次被认作是日本人，只好用法语跟他们说我是巴黎来的。果然，摩洛哥的孩子多少能说些法语。在学院对面有一面叫 Dar al Magana 的墙，这面墙看起来很奇怪，上面布满了好像中式建筑的牛腿，但又没有梁。这面墙里面以前是一个会自动报时的水力钟，已经停用了几个世纪。由于缺乏文献或者对运作方式的记忆，恢复和重建机械装置的工程，迄今为止没有取得成功。水钟和学院前后脚落成于14世纪中叶。同一时期，欧洲还在中世纪的末期，文艺复兴刚刚有了苗头，明朝正在中国全面取代元朝，而伊斯兰文化圈还处在世界科技文化的顶峰。傍晚，我在老城的一家餐吧坐下，喝一杯薄荷茶，看街上仍然忙碌的当地人和兴奋的游客。
从马拉喀什进入摩洛哥，到撒哈拉，再到北部山区，最后落脚费茨。明天我将从这里返回巴黎，但这里的运行方式我始终没能看明白。